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就如果说我把这台车定位一个性格的话，起步的时候就像是3秒真男人，猛过3秒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件事情过去了，里面还是一个有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官方声称的第14代轩逸的一个试驾的环节了。昨天呢，跟着冰块玩热爱车，跟小伙伴去聊了一些这车的很多的东西。其实这台车依然还是一台本本分分的一台车，并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当然还是老规矩啊，如果说没有看过小伙伴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包括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那今天呢，就跟小伙伴去聊聊这台轩逸在城市道路驾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一开始呢，还是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它的原地的力矩，手上呢是我们的拉力计。首先清零，这台车呢也没有更多的驾驶模式，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来测试。那我们现在把拉力计固定，原地匀速90度。好，1.401公斤，就是这辆车一个原地的力矩。好，那我现在呢就把这辆车开起来，看看这台车在城市道路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就把这台作为日产销量冠军，也被称为小天籁的2021款的全新的轩逸开起来，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开之前呢，先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纸面数据。虽然这代轩逸跟上一代呢都同为1.6自吸的发动机，其实它的发动机还是有些变化的。先说一下纸面数据这的功率呢是99千瓦，是在6300转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最大的扭矩呢是159牛米是一个1.6自吸的发动机。纸面数据上来看的确说和现在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相比呢，的确是差很多涡轮增压发动机随便一台基本上都是200牛米以上。日产车而言呢，我们其实是开过很多了，也跟小伙伴去聊很多类似于什么大沙发呀，类似于什么老头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台1.6自吸的发动机，包括这台轩逸呢，调的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只要你一起步，稍微的踩得深一点，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前段是特别神经质似的，说平顺不平顺是平顺的，因为毕竟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但是呢，它的起步你用正常的开车的力度去踩油门都能够撞上自个儿脑袋。例如说现在红灯对吧，我停一下起步，我没有特意的去踩大油门，脚上大概可能踩了这么深，真的就是一个普通车的一个油门开舵。所以说这个车呢前段特别的激进。跟小伙伴去说一下悬挂跟转向这点东西。对于这种轩逸的车型来说，您不用去找什么运动底盘质感弹跳很快弓弯后面的循迹性这种略有个性的东西呢，在这车上呢基本上是找不着的。它的悬挂呢总方向是偏柔软或偏舒适那一类的，但是呢它的确又没有让你说陷在泥里边的那种柔软，是一个特别中性的调节。底盘质感呢，你要说很嘈杂也没有。你说运动吗？也不运动。频频有什么味道？是那种无味的感觉。你说好也没多好，你说差呢也挑不出毛病，就是没有个性。包括我说它转向也同样如此，就不清不楚，也没有那么的运动，但也没有那么的模糊不清所以说呢，就像特别无味的一杯白开水一样。对于这台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呢，它同样也是这种的性格因为毕竟是一台 CVT 的变速箱，除了在一起步能够给你一个快的假象之外，当你开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电瓶车，因为 CVT 嘛，电瓶车踩走，使劲踩，它还是这么走。就是如果说我把这台车定位一个性格的话，起步的时候就像是3秒真男人，猛过3秒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过去了，而剩下的呢就是平淡无奇，钓钓鱼，聊聊天没有任何想法的那种生活。就是你开着这台车呢，你几乎就可以想到你平淡的下半辈子是怎么过去的。当然这可能略有点夸张但是这台车呢真的不会让你勾起来驾驶的欲望在里面。譬如说现在是一个上通路段半头加速现在控制在60公里的时速， CVT 变速箱它的转速呢是控制在1500转左右1、2、3踩。
随着轰隆隆的转速在逐渐一点点的爬升，的确能够感觉到你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呢，它是非常缓慢的。你别着急，我慢慢开，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我也相信啊，可能很多的用户而言呢，对于日产它可能最多关注的是，比如说这个舒适度啊，不否认这车的舒适度是很好的，这个大沙发，把人呢深深的陷在了里面，开长途呢应该不会太累，至少说我的后背这块的支撑还是挺饱满的。再次啊，体验一下这个闪电的感觉，1、2、3，踩。换了个档，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了。对于这台 CVT 变速箱呢，它还是会模拟一个手动挡的形式啊，进行相应的换挡。刚才也说了，在一起步的时候呢，实在是太激进了。我也能够理解工程师啊调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其实国外的红绿灯啊，就是一变绿灯起步都是特别快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它的这种油门的开度、这种响应，其实主要呢是国外的那种驾驶环境的确会更受用一些。但是在国内的这种驾驶环境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车啊前段特别的神经质，你特别容易把这车开成像碰碰车一样，就是这种感觉。我不否认它的油门的响应的速度是挺快的，当然这也是它发动机包括说它变速箱的一系的匹配。但是这个东西啊，在国内开的话会很辛苦，会很累。如果你打开 Eco 模式的话呢，这种冲动会减弱，但是呢，减的有点让人又无法接受了。我举例子啊，刚才呢普通模式下的时候呢，我踩这么多油门，它就给我这么多劲儿，对吧？当我摁上 Eco 模式的时候呢，我给这么多油门，它给我这么多劲儿，它就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档，就让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台车了。它的这种逻辑调的让人很难适应。当然呢，如果说你开的时间长了以后啊，慢慢的你可能也就是习惯了。还有一个叫做非常隐藏的 S 档，按下 S 档的时候呢，它的巡航的转速呢就会保持在2500转左右。这个时候呢，踩下去的时候，它的确会有一个更大的噪音。但其实开的这种油门的响应跟普通的没有太本质的区别。所以说这个 S 档啊，那小伙伴们你就当个乐儿。驾驶这一块呢，就跟小伙伴暂时的就聊到这儿啊，还是挺平常的一个车。当然呢，对于日产的车型呢，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都会问啊，说 CVT 变速箱它的冷保护还有没有，包括说热保护还有没有？这台车呢，我也是非常负责任告诉小伙伴，它还是有的。因为现在北京呢，晚上的时候大概可能达到零下10度左右，晚上啊打冰块就回家了。早上起来太阳就出来了，外面温度呢可能在0度上下的时候呢，你开这台车它还是会有一个强制限速的这样一个东西，基本上它的速度是在20左右，你大概要开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你也是很难受的啊，是因为像我住的环境吧，出门基本上我就上环路的，在环路上面开20公里、25公里的时速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北京的环路都是80限速嘛，所以说我会特别的觉得无助。油门往下多踩的话，它依然也没有反应。就是我解决这个的方法是怎么办呢？摁到 S 档，让它的转速提高，尽可能的快速的让它变速箱里面的油热了之后呢，就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速度了。这个是一个电子限速这样一个措施吧，它是为了保护 CVT 变速箱的钢带，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过早的损坏嘛。当然小伙伴呢，我知道你们很讨厌这种冷保护什么的，用某些方式也是可以给取消掉的，但是取消掉之后，其实对变速箱还是不太好的。那热保护是这样的，对于 Jetico 的变速箱呢，它基本上也会比较有通用的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连续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例如说你连续的爬坡，例如说你连续的去走一些不太好走的路，让你的转速攀升比较高的话，它也会有这种保护存在，是因为它的变速箱油是不能够过冷，也不能够过热。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油耗是比较低的，基本上是7.7升油到8升油之间，对于一个日常的家用车来说呢，这个油耗也是可以接受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噪音来源之一，第一呢是它的发动机的
噪音在开起来过程中，就是你踩起来的时候呢，噪音是非常大的，但怠速是很安静的啊。当你踩到2500转的时候，声音就特别大了，尤其是刚才半途加速嘛，就是光吼不走也是表现如此。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底盘下面很薄，如果说你的地面呢有小石子的话呢，尤其是在后面的轮窝的那个位置是特别明显的，啪啪啪啪啪特别响。但是总体来说，这台车开起来是属于有点吵的这种类别吧。行吧，这个车呢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些常规的测试，我们一会儿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台车一些常规的测试。首先呢，我们第一项测试呢就是发动机噪音的测试。当然，我们的车呢已经完全的热车，并且呢空调是关闭状态，分贝仪呢距离发动机呢是20公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读数到底是多少。那最后呢是定格在了65.4分贝。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发动机的噪音应该是在70到75分贝之间吧。那65.4分贝真的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行，这就是发动机怠速状态下的一个状态。那它的2000转到底什么样呢？我们现在去车内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车内啊，来看一下2000转时候的一个噪音。那我们的分贝仪呢依然是方向盘的正上方，我们来采集一下啊2000转时候的一个噪音的状态。好，2000转，我们看一下。哎呀，最后数值呢是56.7分贝啊。外面呢是安静的有点吃惊，这个内饰呢就感觉是吵的有点吃惊。56分贝不算是太低了，这台车呢也是踩起来也比较明显的，包括说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直观。先说踩吧，首先呢这台车踩起来呢比上一代是要有改进的。我印象中我们之前的那台轩逸在踩的时候，哇塞，简直是快废了我的右腿了。这台车会好很多，但是如果跟德系车相比的话呢，还是会更难踩一些。简单说呢，算是折中的一种状态吧。但是这台车呢，我们在空转的时候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2000转以上转速，因为它这个车油门很贼嘛。试驾时候跟小伙伴去聊了，一踩的话，啪就上去了。这个时候的震动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在2500转往上的时候，噪音啊、震动啊这块都特别明显。行，这就是我们的噪音测试。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测试呢就是发动机震动的测试。那这台发动机呢是一个1.6升自吸横置的发动机啊，是一个4缸的形式。那我们要纵向的去测试，我们来看一下读数到底是多少。好，那最后的数值呢是2.5米/秒平方，就是这辆车发动机的一个振动值。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漆面色差的测试。那我们依然还是老规矩，我们在引擎盖的中央呢作为基准点啊，我们取一个值，然后绕车一周，跟小伙伴去汇报一下我们最后测得的相应的数值。好，我们现在呢首先第一步，先踩一个基准点 ，OK。好，那么现在呢，绕车一周啊，一会儿我跟小伙伴再聊。这台车呢，最大的色差是0.99。其实这台车的整体情况是非常好的。那0.99呢，我们是在前面的杠皮灯的下一侧，就这一带所测到的，其他地方几乎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准。那在前面的这个部分也是塑料杠，是0.2，那也是塑料杠部分侧面0.4。其他的相同的金属表面全部都是0.2，当然说有上下，非常小的上下，后杠皮也是0.2。好，这就是漆面色差的测试。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项测试，车辆大灯通光亮的测试。我们这台车的配置呢是一个LED 啊远近光的形式。这台车呢也是啊最低配是卤素的形式，21款呢其他的呢都是 LED 的，而经典款全系啊都是卤素大灯。这也是跟小伙伴要去说一下的。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的仪器上面呢去显示这台车大灯的最高的一个照度。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最后的显示的数值呢是4390勒克斯，就是这辆车大灯的照度。这是我们最后一项测试的。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就是这辆车拆解过程中，我们在里面发现的一些点点滴滴吧。这一代的轩逸，我们叫做官方宣称第14代轩逸，其实它和上一代轩逸框架它们的平台呢是有些不一样的。理论来说呢，它应该是会更进化一些。具体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就是明天包括说后几天想跟小伙伴去讨论的话题。好，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明话，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明话。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拆车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